第4集永动矛盾的参访。在参观了上野公园，并顺道游历浅草之后，今天旭方通事再带大家前往靖国神社，并参观游旧馆。各位，现在我们来到了靖国神社，在这里，请大家要保护肃静，因为这里供奉我大日本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效忠天皇而战死的全人的英灵，他们为国殉民的勇敢信物，受到世世代代人民的敬仰，你们要向他们看齐。我们自己也有很多为保护部落而牺牲的祖先，每年大家都在祭典上追念他们，并诉说他们的故事。我们部落也有很多这样英勇的前辈。我们部落里也是。大家说的很对，我们都会有公懂的贤人可以纪念。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种建物是游旧馆，里面展览的是刚才神寺里那些指示们的义务，大家可以好好的参观一下。怎么馆里面放了那么多把刀？他们的主人是谁？这些刀看起来好锐利哦，我想带一把回去呢。我也有这个念头，如果我们部落有这样的刀剑，部落就不怕被人欺负了。不知道，拥有这些锐利刀剑的主人，过去做过什么事？杀过哪些敌人？正当每个人看着闪烁的刀剑、刀锋而各有所思时，旭方通事通知大家集合，准备回旅店。回程经过神社前表参道，中途点竖立着大村义次郎兵部大辅的铜像。旭方通事特别停下来为大家介绍大村义次郎殉难报国的事迹，表彰他能为天皇牺牲效忠的精神。当大家听得入神时，王奴脑中浮起了一个意念：天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实在让人无法想象他到底有多少部下，可以影响那么多的人民。在参观过靖国神社与游旧馆后，8月17日，原住民一行人被带往青山练兵场，观看步兵大队的射击演习以及骑兵中队的训练。这个练兵场上的部队看起来都训练有素，步伐整齐，只是敏捷性感觉上都不太够。看来靠的是手上的强大火力。渔王，你看日本人的马队阵容很大，跑起来的速度也很快。不过我倒觉得在我们山区，这马似乎派不上用场。参观完部队演练后，接着来到炮兵工厂，在此他们看到各种枪炮、弹药的制作过程，也看到了炮兵的实际操演。哇，这炮声好吓人啊，炮火很猛烈呢，难怪清军会输给日本。炮弹打那么紧，我看最好是不要跟日本人打仗了。今天连续看了日本军队练兵和兵工厂制造武器我心里有些事情想不通呢，想请教朱方通事。我们在帝国饭店时，总督跟我们说过，教我们不要再出草了，也希望大家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既然这样，日本人为什么还要忙着制造大炮、枪弹和训练兵力？这些准备要对付谁？武器是国家力量的展现，并不是一定要对付谁。就如同监督所言，我们只要和平相处，那怎么会发生谁打谁呢？我同样也感到纳闷，日本内地制造的枪弹武器都不允许让我们买卖，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原本听说这次来到日本可以获赠枪支，而一直期待着。呈送枪支，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必须要向上请示。同样的，现在我们国家中除了拳队之外，传统的武士也不能随便携带刀剑等武器，更何况是枪。接下来3天，原住民观光团又陆续参观了几处军事相关设施以及学校。8月21日，这是原住民观光团准备离开东京的日子。
此次来到东京，尽管曾经到过皇城参观，但是大家都觉得没有机会看到天皇，确实有点遗憾。如今就要离开东京了，大伙就一起请旭方通事帮忙转达意愿。我们从远方来到日本，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但却没有机会见到你们的皇帝。若没见到皇帝就回去，一定会被说你是为了什么去日本的？明明有那么多时间参观各种场所，为何不先去见见皇帝呢？况且以前我们祖先在清国的时候，都曾经见过清国皇帝。这次你们是否也可以协助安排一下？根据我先前得到的消息，天皇人不在东京，到京都去了。我会亲人设法传递讯息给宫内挺官员，一有消息就会告诉我。我们按行程必须提前回家了，若有消息，我再想办法安排。原住民们听到这话感到失望，但想要回家了，总是令人高兴的事。于是大家赶忙准备，随即上路。就在上了火车不久后，便传来一个讯息：好消息，我接到通知，天皇正准备从京都坐火车回东京。我们现在正要离开东京，我评估了各种情况，日期可以在岩根下车，那是冲突站。幸运的话，在哪里有机会见到天皇？听到这消息，大家抱着期待的心情，安静地坐在车中休息。过了一夜，清晨时火车来到燕根，旭方通事带领大家下车，然后跟其他日本民众一样，在车站附近排队等待天皇坐车。过了一段时间，一列坐车缓缓驶过来，果真就在车厢靠窗的位置，看到天皇挥着手向群众打招呼。原来那位就是天皇啊！天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有机会跟他见面聊聊，他会怎样对待我们？看过天皇后，一群人随即搭车前往大阪，停留2天后，8月24日再转往神户港，当天便搭上一机丸，踏上返台的路程。在船上，尽管身心疲累，但大伙心情急切，期待尽快飞回家乡。至于10几天来的参观行程，虽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相对于自己的家而言，总有一种陌生感。在返乡的路上，他们的心情却是恍恍惚惚的，而其中汪努跟傣木米散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着一个问题：这个看起来处处新奇且武力强大的日本，到底跟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它跟以前的清国有什么不一样呢？